得见我的问候？那是什么揪着我的心头？谁抚平你泛皱的额头？紧握的手放在谁背后？若你看得见我的笑容，那是什么紧锁着你的眉头？我在你身后，你更自由，看着幸福从指尖流走。一直在你左右，却不能拥有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是温柔。拥抱很痛，等待却很久，才让这一次的遗忘变成下一次的哀愁。一直在你左右，紧紧的守候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算是永久。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流，别等到风景都看透。有些爱需要说出口，才能被感受。爸，你是怎么了？这么开心，一直在笑。开心当然就要笑了。对了，天天笑口常开呢，就可以长命百岁啊！哎，我问你，你有多久没有抱抱老爸了？哦，这么久的事怎么会记得？我看至少有10多20年了吧。啊，有这么久没有抱抱了？哎呀，长大了很少抱抱的啦，尤其是我们男人。谁说男人不能抱抱？感觉怪怪的啦。开始我也是觉得怪怪的，可是后来我就觉得那感觉很好。来吃早餐喽！吃早餐喽！老公早。早，哎，伟伟来，给阿公抱一下。乖。爸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今天我想抱抱家里的人。你把大家都搞得像小孩一样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有些东西啊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，就好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喜欢缠着你，让你抱抱，可是长大了你想抱他，他都不愿意。老公早。早，哎，子明来，哎，给他公抱一下。乖了，来过去抱抱 daddy 啊，daddy 也要抱抱啊！好了，抱，乖乖 ，OK， 好。你们是干嘛？玩游戏啊？抱来抱去的。你老婆啊，其实抱抱的感觉挺好的，来，我们也抱一下。不要啦，老夫老妻了，笑死人了。才不会啊，疼老婆才是大丈夫啊！来，抱一下。好啦，快点吃早餐吧，孩子们还要上学的。好了，哎，思琪和小弟呢？好，他们出去了。这么早啊？对啊，思琪一大早就去上班，张焕呢一大早就去楼下安排装修的工作。梅本呢？梅本在吗？哦，林先生，什么事啊？我找你们当然是有事啊！你们真的是太过分了。你的 partner 告诉我说，你们资金周转有问题，要我通融一下，开的是前几天的支票，结果现在店要开张了，银行竟然跳票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啊，一定是误会。这样吧，我联络 Mabel， 叫她亲口跟你解释。好啊。怎么样？不敢接电话吧？暂时联络不到她。店我不租了，你们马上给我搬。什么？可是我们快要开张了。你现在说什么？我都不会把店再租给你们了。连先生，我，喂，哦，陈老板，是不是要安排送货啊？什么？我们账还没有清啊？你一定是搞错了。如果 Mabel 没有付账，你们怎么会把货送过来呢？什么？那些货不是你们做的？
的货吗？把这批货全都拿下来。可是这个设计很受欢迎，前几天还卖了很多件。不管怎么样，把它们拿下来，我们不能卖。小姐，请问这件衣服还有别的颜色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些衣服已经被人订了，不能卖。好可惜哦，这件衣服真的很漂亮。谢谢。谢谢。刘老板，你们的货根本不符合我们的要求，为什么不可以退啊？是 Mabel 同意我们这么做的，我们是不可能接受你的退货的。可是你们用的布料真的太……叶小姐，1分钱1分货。Mabel 把价钱压得这么低，我们不可能给你这么高级的布料的。我就是不相信 Mabel 会为了价钱同意用便宜的布料。不相信你可以去问 Mabel 啊，我们可以当面对质啊。我一定会问清楚的。不过还没有出的货，你们不要做。行，不过布料已经买了，钱我们还是会照收的。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为什么出卖我啊？喂，小心啊！你是孕妇啊，不要动得太气。你要发脾气，要骂人可以啊，你站到一边，我帮你丢，你骂啊，来啊，骂啊！喂，不要丢，跟你讲不要。拉我了啦！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不让你丢到人，你会冷静下来吗？做错事的人又不是你。人都已经走了，你这么激动有什么用？你说的当然容易，给最信任的人欺骗，你以为很好受？我和美波是在中学的时候认识的，我们一起出来创业，说好要一起打天下。我们还一起在国外买产业，打算退休的时候住隔壁当邻居。我以为他会是我一生一世的朋友，没想到他会出卖我。张扬死了，我已经失去一个依靠。我以为在事业上还有一个可以共进退的朋友，没想到张扬背叛我，美波也背叛我。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值得我信任啊？你不相信别人不要紧，最重要是要相信你自己。相信我自己。对啊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再大的困难都可以面对。要相信你自己，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。有可能吗？我老公没有了，事业没有了，钱也没有了，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。有啊，你有微微，你有肚子里的孩子，你还有我这个朋友。谢谢你陪着我，我没事了。没事了，那我们去吃东西啊！啊？我没有胃口。我不是要你吃，我是要他吃，他要长大，不能饿肚子的。啊，走了。
小弟，来，过来试试看我的芋头糕，新鲜出炉的。不，我不饿。那我自己吃喽，反正你大嫂不懂得欣赏。喂，你有事啊？从刚才吃饭到现在，一直坐立不安，一直在这里走来走去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在想，这么晚了，思琪都还没回来。他工作忙，迟一点回来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思琪这样很有分寸的，如果不回来，总有个电话。思琪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不舒服吗？干嘛你脸色这样苍白？是不是饿坏了？你要不要吃一点芋头糕？哎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看医生？思琪怎么了？没事，休息一下就没事。哎，赶快扶他进房间休息啊！哦。哎，倒杯水给他啊！哦。你怎么样了？你真的不想看医生？不用，是我吃了太多罢了。那个文安是怎么搞的，让你吃这么多？不要怪他，是我自己要吃的。哎，纸巾。你看你满头都是冷汗。思琪啊，喝一点水吧。你好一点了吗？要不要吃消化片？不用，我很累，想休息。哦，那我们出去吧，让司机好好休息啊！来，走吧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一定要叫我啊。好了，不要打扰思琪了，让他好好躺一躺啊！走吧，来，走吧。怎么样？吐很多吗？臭的要死，你来洗啊。好，我来洗。喂，你刚才没有看到啊？这个小弟啊，怎么拍思琪的背又弄他头发的？不知道的人啊，还以为他们是夫妻呀。嘘，这种话不可以乱说啊。我才没有乱说啊！你不觉得小弟对思琪特别紧张啊？思琪不舒服，照顾她是应该的啊。哦，那你怎么不去拍思琪的背，去弄她头发呢？我碰她不太好吧？所以咯，要扶思琪也是由我来扶吗？可能小弟是一时紧张，没有想那么多啦。我看小弟啊，是一点避忌也没有。一个女人的第六感很准的，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啊，好好的盯着小弟。如果他对思琪真的是有意思，搞到二嫂嫁小弟，好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家可要上头条新闻了。不会啦，大家是一家人，互相照顾本来就很应该啊。是你自己想太多了。这种照顾我才不稀罕。喂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要是我不舒服，千万不要让小弟来碰我，我不要别人误会耶。好，我们谁都不碰你，让你倒在沙发上睡大觉。喂，谁跟你开玩笑？我是认真的啦。我也是认真的啊。那紧张。我对小弟有信心，有信心就好。希望真的是我多心啊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我担心思琪。不要口口声声思琪的，她是你二嫂。我一时口快。不是吧？你打算一整晚在这里守着她？我担心她半夜起来没有人照顾，万一她再吐呢？她再吐，你又能够怎么样啊？照顾她。要照顾也轮不到你，你是不是太热心呢？哪有啊？我只是想帮二哥做点事。有些事能够帮忙，有些事是帮不来的。你半夜守在自己二嫂房门外，你说人家会怎么想？什么怎么想？人言可畏啊！哎，起来去睡觉啊！大哥，那
以我们跟思琪的关系，还是应该保持距离的。那我去看看，如果他睡了，我就回房。喂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进二嫂的房间呢？我真的很担心他。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啊，以后不要随随便便拍人家的背，摸人家的头发。我有啊，这不是小叔应该对嫂子做的事，以后注意一下。知道了。好了，很晚了，去睡。去吧，睡，去，快去啊！哇，告诉我，思琪出了什么事？哎呀，我很累啊，你放过我吧。我问了几个问题就走了，起来，起来呀！有什么问题你去问你老婆。哎呀，她已经睡着了，起来。啊，你偏心，我也已经睡着了。不要睡呀，快点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跟思琪一起吃饭？上天真的对她很不好啊，老公背叛她，现在朋友也背叛她了。什么朋友？你说什么？梅波啊，她跑路了。跑路？不要睡啊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？哎呀，梅波拿了公司的钱失踪了，他还留给世琪一个烂摊子，他现在连店都开不成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的生意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唉，你老婆也是这样想，结果事情一发生，他就砰一声从天堂掉进地狱了。那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你问你老婆。不要睡觉，起来呀！哎呦，让我睡觉啊！最后一句，帮我好好照顾思琪。你厉害，最后一句就要我的命。屋漏偏遭连夜雨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？思琪这么精明，怎么身边的人有问题，她也不知道啊？他受了这么多打击，一时分心才会出事的。他太信任 Mabel 了，从来没防备过她。思琪今天这样，我们要尽量帮她。你起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让你们都担心了。没事，你人怎么样？要好点吗？要不要去看医生？不必，我好多了。人都走了，你还说没事？你们都知道了。大家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对呀，如果你需要钱，你就跟我说。那现在 Mabel 走了，你的店还开不开啊？店主已经把店收回去了。那你钱被拿走了，要补的洞不是很大吗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到现在还很多情况我搞不清楚。这样吧，你去打点一下，看看需要什么，爸一定帮你的。爸会自己想办法的。你不要逞强，有事一定要找人分担。喂，思琪被 Mabel 那么一搞，她的生意会不会垮掉啊？我想肯定损失惨重，需要一笔钱来填补了。啊，这样洞不是很大？放心，爸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唉，我就是怕爸不会见死不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担心爸的钱会被花光啊！爸都不担心，你担心什么？我真的给你气死了！爸的钱被花光，那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？你怎么那么说话啊？你以为思琪想这样的吗？我也很同情思琪，可是你们也要同情我啊！我只是要买一间房子，却拿不到钱。小弟装修咖啡店已经花了爸不少钱了，现在啊，思琪这个洞又不知道会挖多少。不行啊，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做啊！来，干嘛？挖洞啊！挖什么洞？走啦！
喂，等一下，你又带我来这里干嘛？下定金啦！不是说好不要买公寓吗？你说不买就不买啊？哎，张太太，你好。哎，想那么久，终于决定了。是啊，我今天呢就是来给你定金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太太有话要说。这房子不能买啊！为什么？爸都没有答应让你买公寓。付了定金啊，老爸就会同意啦。你这算什么？先斩后奏啊！随你怎么说啊，总之这个洞我是挖定了。难怪你说带我来挖洞，你是要逼爸还钱。老公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一家人嘛。不行，我不会让你这样做的。把支票给我。我不给。给我。不行啊，爸说。给我。不行，爸说不能买就是不能买。给我。你不要惹爸生气啦！不要闹我生气啊！你听我说，哎，给我！我的眼镜！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我真的是被你气死了。总之你给我听好，没有爸的同意，房子绝对不能买。我现在要赶去上课，要是你敢付定金，后果自己负责。张太太，那房子还买不买？买，为什么不买？那大家好，我就是你们的烹饪老师康雅芳。因为这个是中级班，教法和初级班不一样，我们更讲究的是创意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不要紧。今天是第一堂课，你们又有做糕点的经验，所以我决定考一考你们，看看你们的实力。这里有一些材料，你们可以自由的选择，做出你们最拿手的糕点。如果一时想不到要做什么呢，不要怕，可以来问我。好了，开始吧。给我吧，一直扶着眼镜，怎么可能把糕点做好呢？先选材料，我会把它还给你的。我最好也只能做成这样。你戴上去看，会不会掉下来？挺稳的，谢谢老师。叫我雅芳可以了。谢谢雅芳老师。对了，应该丢掉的就把它丢掉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么倔强，我不来帮你，我知道你不会开口的。不需要你的帮忙。这里的东西全部都要搬走啊！店都还没有开，就已经结束了。你不用这么伤感，这次开不成，以后还有机会的。人一定要往好的方面想，以后开的店一定比这里的更理想。美宝走了，我以后没有能力自己开店了。你说什么话？你比那个梅宝能干多了。给自己点时间，先把债务还清，
再存点资金，就可以重新再来了。我的债都不等要还到几时？不就是这一场的那些账咯？3几万应该够解决你的问题吧？不是3几万，是10几万。你什么时候欠人家这么多钱了？美波向银行贷款，我是他担保人。谢谢你们啦！要不是你们做我担保人，银行一定不肯借钱给我买房子。应该谢你才对，如果不是你的介绍，我们就买不到这么好的房子了。再说澳洲的房子比新加坡便宜很多，是一个退休的好去处。啊，我们呢是好朋友、好搭档，老了以后还要做邻居，我们还要一起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。哎，几岁而已啊，想要退休了哈？人一定要有梦想啊！欧洲的房子在建，我们的事业也在起步。再过几年啊，我们就是有事业、有资产的女强人。好啦，女强人也要吃饭的，我请客。不应该是我请，你们做了我担保人，总不能一句谢谢就敷衍过去。我们应该好好的敲态度。哎，也不能太贵哦，我才跟银行借了10几万，如果下个月还不了贷款，你们就麻烦了。唉，你太重情义了。就算是再好的朋友，也不可以这么大意为别人做担保。我和 Mabel 的友情，外人是不会明白的。结果呢？人家丢下你就走了。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呢。你开始想原谅他了？我现在只在想着要怎么让生意继续下去。你也算过需要多少钱才能度过难关？现在公司的钱全没了，我要养3个专卖柜，1个工作室，加上工人的薪水，还有建制衣厂的钱，我看打底需要5万块吧。应该有点积蓄吧？我买了澳洲的产业，花钱搞服装品牌，最近又丢了一笔钱在这间店。说真的，我已经没有钱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梅波跑了，你一个人要扛2份银行贷款，你可以吗？不知道，尽力了。可惜我没钱，我不能帮你。你不如跟阿克借哦。不行，家里的人一有事就会找爸帮忙，就算是金山，也是会被挖光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找债主商量，看能不能通融。希望生意可以维持下去。哎，看来我能做的就是帮你办货了。喝水吧。谢谢。谢谢你啊。嗯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 Left Right 的工作室吗？是啊，我是负责人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跟你买过衣服的。我听你们专卖柜的小姐说，你们有一批衣服下架了。我很喜欢那些设计，请问你可以把这批货卖给我吗？你想买我们收回来的衣服啊？你知道这批货是有瑕疵的吗？我知道。我希望你会把衣服便宜的卖给我。我会把你的衣服带到国外去卖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卖。为什么？这批货我是准备销毁的。啊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？价钱方面可以商量的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不卖。好可惜哦。没关系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，随时联络我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喂，有钱给你赚，你为什么不要？我怎么可以把有问题的东西卖给别人呢？钱我会另外想办法。你生意都不知道能不能继续，你还在乎自己的品牌啊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店没有了，钱没有了，朋友也没有了。我唯一剩下的就是这个品牌。就算结束生意，我也不会牺牲自己的品牌的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比牛还固执啊！最糟的事都让我遇上了，我想没有什么会比现在更糟的，所以你放心吧，一定有办法解决的。那好了，
既然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都不知道应该佩服你的老婆还是骂她笨。送上门的钱，她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这就是思琪的坚持。坚持可以当饭吃吗？搞创作的人都很在乎自己的作品的。Left Right 是思琪一手创办的，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卖去当乞丐？还是你了解你老婆？思琪对自己要求很高，画好的设计图如果不满意的话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撕掉的。真的是完美主义者。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会选择我？哈哈哈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老婆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设计的衣服受欢迎，还有可以跟好朋友一起拼搏。可惜了，Mabel辜负了她。辜负她的不只是Mabel一个，她 pop 一声不见了，你也 pop 一声不见了，留下思琪一个人，还要帮你供房子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她解决这个问题，让她的 Left Right 能够继续下去。你说这句话就对了，不帮她解决财务问题，你要她怎么快乐起来？可是那么大笔钱，能找谁帮忙呢？喂，你不要再看着我，我没钱了。还说来陪我钓鱼，自己却心事重重啊！爸，我见了文安，他说思琪需要5万块才能继续自己的生意。还好你去打听，不然他是不会向我开口的。爸，你的意思是你会帮思琪？当然了，我不帮他，谁帮他？谢谢你啊，爸。为什么谢我？我是来2个谢谢你的。第一次听到你提到钱，竟然是为了帮别人，难得。爸，别这样说我，家里人的事也就是我的事，我一样会关心的。你变了，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奥语去上课也是你的功劳。大哥去学做糕点，对新生计绝对是好的。店里装修到怎么样？还顺利吧？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应该可以如期完工。这次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爸，你放心，新生计一定会成功的。这次你请了长假，为家里做了不少事，我心里倒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你意思怎么样？爸，你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。我想把新生计交给你和你大哥去打理。你说什么？我老了，该退下了。难得咖啡店有机会改头换面，可以让你们年轻人去大展拳脚。爸，人家是1只手捧2杯咖啡，我是2只手捧1杯咖啡，怎么能当咖啡仔呢？谁要你捧咖啡呀？我要你去管行政。爸，大哥一毕业就在咖啡店帮你，论经验，谁能比得上他？要接手新生计，他是第一人选。我当然知道，可是你大哥这个人，心肠软，耳朵轻，人家讲什么他都听。你是担心大嫂？你这个大嫂啊，就喜欢左右你大哥，常常叫他做一些他不喜欢做的事。如果你在店里，他就会比较收敛一点。很多事情真的不能如人所愿的。我也很想留在新生计，可是我已经跑惯外面了，不适合留在店里。好吧，既然你没有兴趣，我不勉强你。爸，你放心吧，大哥一定可以独当一面的。我相信你大哥一定会尽力的。哎，有鱼上钩了！嘿，哥哥，乖。我肚子饿。什么？妈咪不在？不在。爸，小弟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我去买。
美香不在，他一定是跟我闹别扭，故意不回家。你们两个又怎么了？他就是这样，不顺着他就闹咯。大哥，这叫做情趣。是情趣啊，就不会让大家饿肚子了。你们吃什么？我去打包。不用了，我们钓到了鱼，今晚就让我表现一下我的厨艺。大哥，麻烦你可以帮我处理这条鱼吗？怎么了？你也怕鱼腥味啊？好，当老大。是模是样的，不像第一天下厨啊。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干嘛叹气啊？还不是为了买房子的事。你大嫂啊，一心想要买公寓，今天还硬拉我去下定金啊。大哥，有哪个女人不想拥有自己的家呢？其实大嫂想买房子也没错啊。我知道，可是如果她实际一点，在附近买一间主屋，我也不反对啊。现在要买公寓耶，我们供得起吗？你们有什么事就好好坐下来谈，不要老是斗气的，会让爸很担心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经常忍她。大哥，现在二哥不在了，家里就靠你一个人，你一定要在爸面前好好表现，让他知道你能担重任。你是怎么了？说话这么老气，好像你是大哥，我是小弟似的。我只是希望大事小事你都能做主，给爸多一点信心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哦，两兄弟煮饭啊？没办法啊，你罢工，我们只好自己动手啦。不要煮了，不要煮了，我已经打包了几样菜，今晚加料。进来。爸，你在休息啊？没事，我只是在闭目养神。什么事啊？你记得上次我跟你提起公寓那件事吗？我今天去下定金了。啊？你去下定金了？啊，我们很快就要给首期了。我不是叫你不要买公寓吗？那些旧主屋我有去看过，真的看不上眼。哦，那首期要付多少钱了？详细的数目我还要跟房屋经纪确认，但是我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5万。哇，15万，我哪来这么多钱啊？爸，你答应我要帮我们付首期的。3几万还可以，15万我拿不出来。爸，你不可以这么偏心的。小弟欠卡债，你帮他还；他买车骗钱，你也替他扛下来。就连思琪，他需要钱，你也答应帮助他。现在阿伟只是要买间房子，你却不肯给钱。不是我不给，是我拿不出来。你也知道了，店里装修我已经花了10几万，这样好不好？买房子的事暂时搁下。不可以等啊！我已经给了定钱了。如果你一定要买，我只能给5万。5万，爸，5万块哪里够？如果不够，那就不要买。把房子退了，你付定金损失的钱我还给你。不行，爸，我跟阿伟哪里有本事筹出10几万？我也没有本事。买房子的事，你最好跟阿伟商量商量一下。爸。妈咪 ，Hello。思琪回来了。大哥，哇，这么多菜啊！有些是妈咪买的，有些是小树煮的。小弟下厨。对啊，肯定让你大跌眼镜啊！哇，好料上桌了！哇，卖相还真的不错哦。
你还好吗？店里怎么样啊？还能怎样？走一步算一步了。不要担心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来吃饭吧。啊，大家吃。来。哎，妈咪呢？不知道。啊，我去叫她。不用了，我出来了。过来吃饭吧。来，大家试试我的厨艺。好啊。来，好，大家吃吧。爸，吃饭。吃菜啊。小弟真的很有天分呢。如果让他学烹饪呢，厨艺肯定一流啊。别人才不像你那么没出息，整天只会躲在厨房里。你又怎么了？吃饭还黑着脸。我笑不出就不笑嘛，你干嘛要勉强我啊？来，大嫂，试试看。司机啊，公司里的事解决了没有？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。爸的能力有限，能帮你的也不多。这5万块，你拿去周转吧。爸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收下吧，你的生意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。梅香，这5万块是给你的。爸为什么给你5万块？还房子的首期了，5万块根本就不够嘛。爸能给你们的就这么多，买不买房子，你们自己打算。不是说好不要买吗？你竟然下了定金，还敢开口跟爸要钱？要买房子，我们靠自己。这钱还给爸。不要就不要，反正那么一点钱啊，都不够我买厕所。别人不用开口有5万块，我拉下面子讨钱，也同样只有5万块。啊，别管他，他说话就是这样，没有分寸的。吃饭，吃饭。爸，我真的不需要这笔钱，你拿回去。阿伟的房子以后还可以再买，可是你的生意一定有办法解决的。这样吧，如果我真的需要，就会向你开口，好吗？好吧。如果以后你需要钱用，跟爸开口。信你帮我看一下，什么事情啊？没有啊。张扬的签名，你别告诉我你在冒签你二哥的支票。不是的。你还狡辩，我明明看到你在写东西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难怪你有钱还给我和你大嫂，原来你用的都是你二哥的钱。不是的，爸。还说不是？那这张支票怎么解释？爸，你要我怎么跟你说？你不说是吗？好，我去问你大嫂。爸，不要跟自己讲，还给我，把这边还给我。你真心不改你。阿焕，阿焕，阿焕。若你听得见我的问候，那是什么揪着我的心头？谁抚平你泛皱的额头？紧握的手放在谁背后？若你看得见我的笑容，那是什么紧锁着你的眉头？我在你
你身后，你更自由，看着幸福从指尖流走。一直在你左右，却不能拥有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是温柔。